大家好，又见面了。上次有个好朋友给我提意见，说的可能时间做的比较长，那我从这集开始就接受这位朋友的意见，把视频分开，尽量每次做十几分钟的样子，少发勤发，这样大家也不会有压力，我也不会有太大压力。第二集讲之前先讲一个东西，有些朋友说，尤其年轻的朋友说，找工作怎么找？他们感觉那个网站的感觉太多。你像国内的话，可能英才、智联有很多平台。日本是怎么找工作的？其实日本专业的这个平台只有一个，就是领英。不管你是哪一个大的这种平台，最终都是从这里来分流的。包括很多猎头公司，它本身自己是有自己的平台的，但是它必须到这里开一个账号，把这些人分流过去。所以对于一个求职者来说非常简单，你只要在领英注册一个账号就行了。领英是多语言的，你可以做自己的日文简历，可以做自己的英文简历，可以做中文简历，都没有问题。而且它可以设置各种各样的权限，可以公开，可以非公开，可以对部分企业公开，可以对部分企业不公开。比如说我不想让哪家企业看到我的消息，我就可以屏蔽它。最主要的是全世界最牛的这些个大的猎头公司都在里面，当然大的公司人事也在里面。在日本你可以找到谷歌的、亚马逊的、埃森哲的这些个500强公司的大的人事其实全都在里面，甚至很多马奈加啦，甚至很多里面。所以找工作的话，领英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一个就够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有些人对这个 X 加加的未来性感觉不太确定，说你这东西是真的是假的，真行吗？而且我提出了是 Java 2年加 Java 1年等于400万， Java 2年加 X 加加1年等于600万，有人是深度怀疑的。其实你也不用怀疑，你注册一个领英账号，你写半年的培训经验，然后你看有多少猎头来找你就知道了，非常简单。你可以跟他聊，或者说你把我的视频学完，把我那本书从头到尾做一遍，然后你就相当于有半年经验。那么你写半年培训经验，你看会有多少猎头找你，会看这些猎头会给你开多少工资，你就明白了。是不是有30、40家以上的人力来找你，你就明白了，非常简单。我右边这个是比较搞笑的一个事情，就当时欧洲的一家应该是人力咨询公司的人吧，他说有一个特别不错的 FO 的一个项目，问我愿不愿意做一个公司。我说实在不好，我英语有点正在学习 I'm working on it。 然后他说 That's no problem。 然后即使是这种情况下的话，他也会说的我会给你提供机会，你英语不好也没有关系。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联系的人不止一个，是很多很多人。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这种职位的热门性到底是什么样子。因为我光说没有意义，大家可以自己去搜，自己可以注册领英，自己去搜，自己就明白了。这些问题说到这儿，接下来这节课主要讲环境的一些东西。我们登录环境呢是 LCS 这个网址，进去登录之后，现在我这云端的系统已经进去了。云端登录好之后，其实这边可以下个虚拟机的链接，我这已经下好了，我下载到桌面上了。这里是用户名，这里是密码，因为我已经登录过了，所以我先把密码拷贝一下。我在桌面上启动远程虚拟机，接续 OK。 这样的话我们就登录了远程的云端的 VM， 也就是 Runbox 开发环境。这里当然我做开发做了一些很多自己的东西。它最主要的开发工具是 VS 2019，后端的话是 Circle Server， 这个版本我没有看，是这两个东西，其他的没有什么东西。我云端就是这个样子，大家也可以打开看一下，其实也简单看一下吧。我最大化一下这个环境里边，其实我们可以看它总共有几个盘啊。新的版本里的它分出了这么多盘，它自动分出来的。这个 Source 主要是在 K 盘的 AOS Service 这个目录下有一个 Packages Local Directory， 这么所有的 Package Module 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每个 Module 是一个文件夹，比如说我做了一叫 First Solution 的这个 Module， 那它就在这下面。我再进 First Solution， 这里面就有各种各样的这个 Object， 这个你建的对象。比如说这个是 class， 这个是 enum 相当于
Java 的枚举 C# 里的枚举类型，应该是 C# 也叫 enum 吧。这个是 form 是页面的东西，比如说阿东的东西、蚂蚁子的东西、X menu 的一些东西，然后 menu item 有一些东西，这是下面是 security 的权限相关的，然后下面还有一些个是 workflow 相关的。反正你的 source 最终是存在这个目录下面。我们再看一下啊，如果刚起来的话啥没有的，你就选 continue without code 就可以就能进来。进来之后的话，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因为那个 VS 2019也是需要 license 的，我们可以去用一个 user 登录之后需要买一个 license， 这个 license 怎么买？大家可能感觉很贵，其实淘宝有 license， 我们搜一下 VS 2019，可能5块钱10块钱就有。这种 license 其实是正版的，大家也不用担心。可能是国内的一些企业、政府，它留的一些个闲置的 license 是没有问题的，大家去淘宝花5块钱买一下就行了，非常简单又快。这个窗口是我设好的，我们可以在 View 里头去找一下，就是 Application Explorer 和 Solution Explorer。开发最主要这个是这2个东西，还有个控制台。这12分钟可能讲的10几分钟内容讲太多的话讲不下，我就先讲这么点儿吧。云环境先讲这么点儿。这边的话，当然跟那个传统的一样，我们可以在这边建 project， 可以建在 extension 里的可以建这个 extension 这地方，就是 D365 独有的一个插件一样的东西，它这都配置在这里头。如果你正常做 C# 开发是没有这 tab 的，是没有这些东西的。这里头就有，比如说我module，我新建个module，我更新个module。或者我 deploy， 或者我 build， 或者我 DB 同期这么的东西，还有一些 option， 这些 option 里主要是关于 D365 跟大家开发的时候的一些个选项，比如说我 debug 的时候用什么浏览器啊，我需要 debug 的时候用哪个 module 啊，是这些东西，看一下就行了，等用到时候会讲的。左边 Application Explorer 的话，这个地方的话，其实是最重要的这些东西，就是系统已经预备了这么多东西，比如说我点开 Data Type 里头有 enum 类型，有扩张型的 Data Type， 然后 Data Model 这里边比如说有表 Table， 然后有扩张的表，然后有 View， 这个 View 其实跟 Java 开发里的 Web 开发这个 View 非常相似，只不过它这里的 View 是配置的比较多，写的比较少，不是说代码写出来的，基本图形用户拽出来的。Table 也是这个感觉，基本都是拽出来的。Query 的话也是拽出来的，但是可以写一部分代码。当然这里面也是可以写代码，这里面也可以写是可以写，但大部分标准的东西都是配出来的，说白了就是拖拽出来的。Data Entity 就是导入数据 import 和 export 的时候用的，这边有些东西我也没用过。然后 Code 的话主要是 x 加 source 在这里边，大家可以瞅一眼长什么样子啊，大致瞅一眼。这个说白了就是 Java 所谓的源代码，你都可以看，所有的源代码你全都可以看。你开发的时候不懂的时候，你可以拿关键词到这里来搜，比如说我想开发一个什么东西，我怎么办呢？没有，我不知道怎么做，那我怎么办？我到 Edit， 我到 The Replace， 然后转 Find in Files， 这样的话它就会整个文件夹搜索我要的关键词。比如说我弄个什么呢 ？Query ST， 比如说，然后我就可以搜索了，它这效率还是非常高的。当然我可能输错了，你 source， 那么我可以点 Find All Reference， 这个可能也没有，不好意思，这个也没有。我的话，我看看时间啊，可能这个环境叫 Host Cloud Host 环境，先讲这么多，就是 Cloud Host 环境怎么进入。